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格拉斯哥昏迷评分，这个简称 GCS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那么大家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评估一个人意识障碍我们说主要是昏迷。那么它怎么评呢？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患者睁眼的情况第二个呢是患者说话的情况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患者能不能运动这个运动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三个最重要的能够反映意识到底是不是很清醒这么三个因素来把它综合在一起判断目前患者的意识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很好清醒还是昏迷，是吧？那么它的总分我们要知道这三个不同的项目各自有不同的评分。那么最低实际上每一项最低的分都是1分没有0分，大家一定要知道每一项都没有0分的，最低是1分。那么睁眼最高的分数是4说话呢最高的分数是5，运动最高的分数是6，所以3项加在一起呢，最高的分数就是15分。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他是多么重或者是多么的清醒他的评分一定是在3分到15分之间没有低于3分的，也没有超过15分的。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大概的范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它的趋势也就是说，你这个分数越低通常就意味着这个昏迷越深分数越高通常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状态意识状态非常的好，好吧？那么我们下边呢，再具体的来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说总分呢是等于这个眼睛我们叫 eye opening 用 E 来表示。那么语言呢，用 verbal 这个 V 来表示。那么运动呢 motor 用 M 来表示。这总分呢就是 E 的得分加 V 的得分加 M 的得分那么具体是怎么评分，我们后边讲那么我们说有哪些东西我们先要注意呢？就是说有些因素它是影响到你这个评分的，比如说你用镇静药了，对吧？你什么酒精中毒、药物中毒这个你评分呢，它一定会受影响你这个人喝酒喝多了都醉了，是吧？你让他睁眼说话，那什么运动，他肯定受影响。这个呢，它虽然也是一种意识障碍，但是这个呢，并不是咱们通常意义上的是吧？由于颅脑的损伤什么出血肿瘤不是这些引起的所以这属于一个外在的因素。那么包括像气管插管，是吧？你气管插管的时候，这病人可能很清醒，但是你插了管以后，他这个言语得分呢，他怎么说话呢？他说不了话，所以这就是另外的一个特殊情况你包括有些患者他是失语的。这个病人由于之前得过脑梗塞，是吧？或者什么原因他说不了话，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认为他是这就是没有言语，那肯定不对他并不是由于这一次急性的这种意识障碍造成的说不了话，而且他多年来他就说不了你包括眼球这种，你怎么观察睁眼是吧？这个病人他车祸外伤，然后整个颜面部肿胀，那眼都根本睁不开。那你这个当然你要严格按评分来讲，这也属于睁不开眼。但是这个睁不开眼那是有局部原因，它并不是由于颅脑什么意识障碍它睁不开眼，是吧？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些额外的因素，这些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是吧？如果大家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你强行的不管是谁都按照这个好像就铁定的是吧？这个3个评分一加，那你加出这个就不能如实的反映患者的意识情况因为它外来影响太大。你比如说这个病人这个刚用完安定是吧，静脉注射，那你说那你评估睁眼睁不了是吧，说话也说不了，运动也运动不了，那你这评分呢才3分那你这绝对不是什么昏迷它是用药的药物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和大家要先讲一下，是吧？另外呢，有一些特殊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格拉斯哥这个评分总分下降大于等于2分，或者是呢瞳孔有改变，或者是包括头痛、呕吐加重、呼吸异常，那么这通常提示着颅内情况恶化，所以这个就要马上进行报告并且呢要随时来这种复查好，我们首先先看睁眼。
睁眼呢，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4分。4分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发睁眼啊！你到那儿一看，病人自己就在那儿睁着眼看呢啊，这就是4分。如果你去看病人的时候，病人闭着眼啊，但是你一叫他名字，哎，叫谁谁谁，哎，他就张开了，这是3分。那么如果你叫名字，他也不睁眼，但是你一刺激他啊，你比如说掐一下胸口，掐一下胳膊，哎，疼，他睁眼了，这就是2分啊。那你怎么刺激什么的，叫也没反应，掐也没反应，那这就是没有睁眼，这就是1分啊。那么比如说由于眼睑肿胀是吧，这种没有办法睁眼的，那就是要记录 C 或者是 NT 啊，就是 not testable 啊，这是特殊的情况。举个例子，患者哎，你一叫他名字睁眼啊，你不叫他不睁，那这就是3分啊。我们再看那个微语言哈，那么最低分1分，最高分5分。什么叫5分啊？对答正确啊。简单讲，咱们就说最简单的实用的方法就是对答正确啊。你问他你叫什么呀？我叫什么？你现在在哪儿啊？我现在在哪个医院啊？在急诊室是吧？发生什么事儿了？刚才出现什么情况了？摔了或者怎么样啊？你这个今天比如说星期几什么，这说的都很正确，对答正确，这就是5分啊。答非所问，但是他还能完整说啊一个句子，这基本就是4分。比如说你问他，你现在感觉疼不疼啊？他说我这个刚才这个去医院了啊，因为这个在外边摔了，然后去医院了。这个呢也是一句话，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啊，这就是答非所问，这个是4分。那么下一个，比如说词不达意了，大家注意，这就是词，这就不是句了啊。比如说你问他，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啊？不太，哎，这脑袋啊，就像这种是吧？他说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词呢又不是说能够明确的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就属于什么词不达意啊。再差一点，这就只能发音了啊。比如你问他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啊？只能出声音是吧？这个声音，而且是你听不出来他是在说什么话，只是声音，这就是2分啊。那当然最差的就是连声音都没有了，根本说不了话啊。那么比如说有气管插管啊，有气管插管，那么这个就要记录是什么 NT 啊 ，not testable， 这是没法检查的。那么像失语啊，是吧？咱们之前提到过，本身听力的问题啊，语言他听不懂是吧？他听不懂中文，听不懂英文，那么你这交流有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影响你这个语言的评分。但是呢，这个都不是由于这个说一个急性的，由于你现在正要判断的这个病情直接相关的因素导致的啊。你病人是因为脑出血了，或者病人是因为车祸有这种颅脑损伤，你要评估的是这个对于语言的影响。他是多年来一直就是听力差呀，什么说不了话呀，这些原因，语言是吧？他根本就听不懂，那他肯定就也会影响。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说是和这种颅脑损伤相关，是吧？这个所以叫特殊记出来啊，要进行一个特别的记录。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呢能说话，但是答非所问，但是一句完整的话，那么就是4分啊。好，我们最后看这运动，运动呢是分最高的，是吧？这个通常也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6分啊。什么是6分啊？尊主运动啊，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抬起右手他能抬，抬起左手能抬，是吧？都很正确。然后呢，刺痛定位是5分，什么意思啊？你让他动，他不听你的，他不动。但是你拿手，比如说掐一下他的腿，哎，马上他的手就去奔你那个掐他腿那位置，手就去了，是吧？或者你拿手掐他一下这个胸骨这一块啊，刺痛一下，他马上手就上来去抓你那个手去，这就是明显的刺痛定位啊，这就是5分。那么刺痛躲避啊，比如说你用手去掐他的这个手背啊，他马上手背就躲开了啊。当然一般来讲都是收缩啊，或者你掐他的腿，他腿马上就躲开了啊，通常也是以收缩的形式，是吧？那么这种就是明显的刺痛躲避。那么再分低一点，3分的什么叫做去皮质啊，异常的屈曲。你刺痛的时候，它肢体也动，也是屈曲，但是呢，它是一种异常的屈曲，它不是有目的的去躲，而是一种叫做去皮质的状态。那么通常来讲是什么？2个上肢啊，往上这个就是
胳膊完全的收缩起来啊，这种姿势就是拳头举起来收缩胳膊，弯得很厉害，这个肘关节弯曲的很厉害，朝向头这个方向去这个姿势强直在这儿哈，这叫做去皮质啊，去皮质状态，这是也是区探灯，这就不是刺痛躲避了啊，这是完全是一种就是去皮层的反应啊。那么这是3分，那么再差的就是什么异常的伸展了，这就是叫做去脑状态。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同样的刺激它这胳膊不是往上举屈了，这整个胳膊腿全是往下伸直的状态，一种四肢伸直的强直状态啊，这是我们叫做去脑强直啊，这就得分2分了。那么当然最后这就是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1分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你掐它，马上这个手就奔你这个掐它这个地方去了，这就是什么刺痛定位，这就是5分啊。但是如果你手掐它的这个胳膊，这胳膊会跑，但是它并不知道你具体的怎么去定位啊，它定不到你这个掐它那个痛点，它只是能跑，这就是4分啊。那么怎么解释总分呢？一般我们是分为3档啊，最高的这一档13分到15分，我们就是要么就是正常啊，要么就是稍微有点轻度的意识障碍，一般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观察就可以了。如果是9分到12分，这属于中度意识障碍，这个就要特别密切观察了，这病人可能病情会有变化，脑子里可能是有问题啊，你该监测该检查，进一步 CT 磁共振该做什么做什么，这很有可能有问题啊。如果小于等于8分，这一定有问题，这已经算作重度昏迷了，那么属于高风险的啊，这种病人绝对高风险，而且通常需要在哪儿？在 ICU 啊，重症监护室，而且很可能都需要气管插管啊。那么有一些必须要报告的，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过，这个总分下降2分或者更多啊，或者是运动的这个分数明显下降，或者新出现的一侧瞳孔扩大啊，什么抽搐啊、呼吸异常啊、这个收缩压呀，包括血氧的异常，这些都提示它状态正在恶化，所以必须要马上报告啊。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在记录上啊，可以用它这个来当个例子，比如说 GCS 12是吧？这右边这个 GCS 12等于什么？E3 V4 M5啊，这个瞳孔怎么样是吧？病人现在刺痛定位是吧？然后怎么样？这个具体的左边右边啊，然后呢，每小时检查1次啊。那么简单讲啊，眼睛最多4分，语言最多5分，运动最多6分，满分最高15啊，最低分是3分，没有0分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小于等于8分，通常就是说要气管插管，要住 ICU 啊，这是最严重的情况，属于重度昏迷。好，那么有关这个格拉斯哥评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欢迎大家呢有问题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